好，那么这个许富顺医师说原来是柯文哲的学生了，好，台大的学生了。他爆料啊，说亲眼看到呢，柯文哲带政治现金回家，所以柯文哲丧失道德底线啊。那这个之前呢，说帮他也是大概搞什么这个，反正帮他设计了募款执行长选市长的时候了，啊，叫做郑淑馨也跑出来说募到的钱都亲自交给陈佩琪，所以他们比如很多什么募款什么这个活动啊等等，募到的钱交给陈佩琪，但是呢没有收到收据，捐款人没有收到收据，所以意思是钱到哪里去了啊？不过我在讲说，有可能活动是晚上嘛，那收到钱怎么办呢？第二天存嘛，那你当天他不带回去，他带哪里去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点还好了，但是他是说。捐款者没有收到收据，那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就不知道了哈。那陈佩琪就生气了，说郑淑馨跟许富顺是污蔑他们。昨天说不忍2小时要提告，2小时后我刚问提告嘛，他说没有，发存证信函以后24小时，所以存证要发了以后要等他们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收回啊。那蔡壁如也说，你做人要厚道一点嘛，哦，当时你们也没讲。都过了10年了，哦，然后呢，来踹一脚，看到柯文哲现在落难了，踹一脚，做人还是厚道一点啊。那王世先说，这些人是背叛朋友，不值得爆料，哦。不过呢，他说柯文哲的第三势力本来可以跟蓝绿分庭抗礼，可是柯文哲的财务处理不当啊。那许富顺还另外爆料说，这个牙医师许淑华。不爽捐给柯文哲的10万不见了，哦，不过呢，这个说找不到，许淑华说找不到捐款记录，那陈志涵就说不难找哈，你到监察院去查就有了，交这个22块啊，20块，然后印出来2块，那这个我觉得这许淑华有点，如果看这个情况，觉得有点无聊了，哦。那人家找到了，你不要骂他，他很会骂人的。哦，这样子啊，好，我想我就是评论了，他在监察院找到了嘛，找到了，那你这个许淑华说什么呢？他说10年以前马上可以编出一串编号，就算你们都有开收据，我记错了，有收据好棒棒，有申报监察院好棒棒，是你们该做的啊。那跟你们的金主嚣张什么？就2回事情嘛。就是说，你要批评柯文哲什么什么建华城，那是一回哦，这个我们都尊重。但你说你没有收到，那人家说你现在收到了，监察院也查，你说你监察没什么也申报了，那这时候，那你我不懂啊，那你还要讲他什么呢？哦，就是说这已经很明确摆在这里嘛，还很凶哦，就是回骂回去还很凶。我们在看，就是你还有哦，还说跟你的金主嚣张什么？就意思是说我捐款10万给你，对我嚣张什么？问题是你说人家没有申报，这个就很严重的事情了。那就他是申报了嘛，哦，你就说好吧，那既然申报了，我可能没搞清楚也就罢了嘛。哦，你跟我金主嚣张什么？我觉得何必呢？哈。那当然我也了解了，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现在那些人当时第一次帮他的特别多，出来跑来骂他，因为那些原来就是绿的嘛，就是很绿的嘛。那现在柯文哲好吧，柯文哲。白的说，我现在跟绿的分家了，哦，所以呢，绿的尤其第一次这些人当然很气，他本来就是个绿的，我帮你是因为你也是绿的，所以最根本的不是说你主要就是你已经从民进党的角度看，你就背叛民进党了嘛，你已经完全这个走另外一条路了嘛，所以这些人当然跟你不同调了嘛，哦，会出来骂他嘛，哦，那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呢，说很多地方违规。说监察院要发函到看守所，要柯文哲清回，所以民进党就生气说，他现在怎么清回你们？哦，好吧，那柯文哲的律师现在征求一个刑事专长的律师，哦，要各大学刑法组硕士以上毕业有特别好，当过法官助理或检察事务官的话更好，哦，那不一定，那当过检察官、法官也很多来当律师也有啊，哈，都有嘛，很多了啊。哦，所以呢，现在要征律师团，说呢适合喜欢孤身面对各方夹杀，还能够自得其乐，哦，那保障刑事被告人的人权立场，
不因为颜色而有差异的。那这样他们要争这样的律师，能不能争到我不知道了哈。那么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律师我也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徐医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是不是真的有亲眼看到柯文哲收钱呢？戴着毛帽跟墨镜，匆忙走进立法院的是柯文哲昔日学生医师许富顺，手提亮橘色的公事包，全程不发一语。那现在陈佩琪想要提告，那现在脸书怎么会把它关闭起来呢？听到要被告了，人没有动静，因为他在陈佩琪脸书留言提到，2014年曾协助柯文哲建制线上政治现金系统，却亲眼目睹这些金额被带回家，还爆料可以问史书华，他一直不爽，他捐的10万元不见了。确实有把这一笔的这个政治现金存入到政治现金的专户当中，而且也都有开立收据。正如我刚刚所说的，会计还跟他本人确认过。秀出监察院申报资料，除了10万元有依法申报，而且在史书华捐款后10天，会计当时有打电话给史书华确认本人有收到。你有问我，我没有收据。陈志涵，你们还把我的个资跟住址放出来，你这很没有品。拒绝道歉的话，他就会提出这个法律的行动。还是一句我没收到，让白银扬言要提告，还包含柯文哲在2014年北市选战募款委员会执行长郑淑馨，因为郑淑馨爆料当时募款的钱都会交给陈佩琪，甚至到近期都还有人称还没拿到当时捐款的收据。陈佩琪脸书也发生有关许富顺和郑淑馨污蔑他本人2014年收受政治现金未申报一事，准备提告。过了10年以后，才配合民进党在追杀柯文哲，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时髦招自新，路人皆知。柯文哲政治现金疑云，黄国昌大骂绿营没丧礼。这样。我想爆料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事实跟证据哦。一开始这个许富顺医师说，有一些事实，他说他曾经看过有把钱呢，陈佩琪医师还有柯文哲医师把这个钱带回家里头这样的状况。然后呢，他具体指出来一个人名，就是我们刚看到这个史书华，说呢他10年前捐赠了10万元给柯文哲主席，然后呢并没有收到收据。所以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已经有具体的人名了嘛？那马上陈佩琪医师他就去问了当时的会计，会计就找出了资料，证明说当时不只是有开立收据，而且呢，他们当时还打电话跟史书华确认过说，这个收据是不是有收到？当时是有这样的状况。那隔天呢，为了求证，所以我们就到监察院里头，因为监察院只能去在线上，如果你要查询的话，只能查询108年以后的这个政治现金。所以呢，我们到监察院一查了之后，发现其实确实史书华的这笔10万块钱，他的确有捐，但是呢，当时也的确有申报，所以相关的记录都有留存。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牙医师，其实基本的一些这个社会责任还有道德，应该也是要被强调的。如果说谎被抓到了，其实应该就是承认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史书华或者是许富顺他们呢，有一些人是躲起来就不讲了，然后有一些开始口不择言，开始乱骂人。比方说，你怎么得罪了你的金主啊？那难道说你曾经捐钱过来，我们就要忍受这种泼粪吗？我觉得事实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再加上这个许富顺医师，还有这个郑淑馨女士，其实陈佩琪医师已经说了，他准备要提出告诉。首先，许富顺他所说的说他曾经亲眼看过有把钱拿回家，而且没有申报这样的事实，我们希望他具体的拿出证据。那么郑淑馨呢，也是持相同的说法，但是当时的会计还有当时的记录都有留存下来，所以我觉得社会的风气不能这样一直败坏下去。特别说有非常非常多这种泼了粪然后就跑掉，然后呢这个无的放矢也没有证据的行为，应该要予以制止。还有呢，不要再口不择言了。身为一个医师，应该要有基本的道德，还有一些社会责任。老沈，我觉得许医师也好，郑女士也好，史书华牙科医师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就整个柯文哲的案情来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觉得我不是很同意王世坚的讲法，说你们背叛。这个应该讲背叛有一点严重，但是有一点这么多年以后，你看到他现在不行了，有一点打落水狗的味道但是呢，都不影响最后柯文哲的命运。那现在你看那个陈佩琪的反应是跟很多事情不一样他反应的时间上非常快，而且呢反应的力道很强。而且马上就是把证据找出来，说告就告，真的告了。所以那个许医师也把他的脸书关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你说选举的时候，有人在
不同的场合都可以捐款嘛。那捐款当时有人拿到这个情况，就给谁呢？就给候选人的本人，或者是他太太在场，就给他太太也有可能啊。那是马上就要交给总部呢，还是交给会计呢，还是要送到银行？暂时带回家1个晚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啦。所以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也都不算背叛啊，就是衍生出来的东西嘛。啊，我觉得这个案子，柯 P 的这个案子已经够复杂了，不需要这些小事来干扰。不，当然这些就是等于是要加深社会觉得柯 P 这个不干净，没有好好处理他的财务了，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加上去嘛，主要是为了这个了。来，伟汉，因为2014离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所以还能够调出资料其实并不容易。那既然资料调出来了，应该可以说真相大白，也就不用去争执。那捐钱的当事人可能一直觉得说，我捐给你钱，但我觉得你好像没申报，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他曾经支持过的政治人物申报政治现金不实，或许大家心中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这个时候得到答案原来是有报，应该翻页才对啊，就好了嘛。对啊，就是这有什么？但所以就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情绪都没有这么单纯啊。就是现在告诉大家说，这个以前我们错支持的人，他其实拿了很多钱，所以包含了另外徐富顺律师跟这个郑淑馨女士，他们的讲法也是说，当时拿到很多钱。那刚刚大佬已经讲了，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政治宪法以前是没有的，后来有了以后，他就规定每个人，比如说简单讲，如果大佬要选举，我1年可以捐给他多少？我只能捐给他10万块啊，我不能再更多了。但是如果我有公司的话，比如说我开一家公司，我就可以捐给他100万。因为他是对参选人，另外对政党也有另外政党的那个，所以你去看这个政治宪法第17跟18条就知道了哈。那所以当你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钱，不管是他直接汇户头，那是最直接，因为他就有记录，或者是我拿给钱，比如林涛，大佬现在没在选，应该是林涛了哈，我捐给林涛10万块，我支持他选桃园市议员，可以的啊，这是合法的。然后他就把我的钱拿去做登录，最后去监察院申报，就过程完全合法，而且合我们中华民国的规定。但现在就是2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没报？没报的话要怎么办？行政罚锾就是罚钱，那个没有刑责的。所以现在你讨论这个10年前有没有拿真的现金，然后拿了以后没去报，这个其实跟现在的这个官司完全都无关啊，这有点歪楼了。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有很多人常常会被讲说，提起动伯伯，那就看看他拿多少钱。如果他拿了钱的对象跟他还有利益关系的话，那就变成收贿，这个是相对复杂的。但如果没有的话，像这些今天的这几个当事人跟柯文哲都并没有这个受贿或图利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单纯政治现金有没有报，有没有按照规定报。那现在自然拿出来的证据就是有按照规定报嘛，那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休息一下再回来。有些。好，那么《镜周刊》哇，又列这个洋洋洒洒列一大堆，说柯文哲这些灭证，他不是只要举止出境说证人跑了，包括这个他从2024年8月一路到2025年1月就列了很多了说这个对李文忠说我非常负责跟大家报告，我完全不知情，但是呢他又坦诚政治现金流向木可。然后呢，他又这个黄国昌直播的时候说，我不相信竞选办公室的钱会流入这个口袋。这又说244万里面呢，这个450万有240万转给他儿子，然后95万呢又买股票，反正就是讲了很多了。那另外呢说这个450万做党务基金，那另外呢，有200万在柯文哲账户，当然后来民主党说不是，这200万没有在柯文哲账户，都捐了，450万都捐了。那陈志涵的共识决在这边又拿出来说呢，这既成事实。那他们说事实上呢是2024年8月李文忠被约谈以后呢，跟陈志涵针对木可案串证，而且呢跟柯文哲提这是死棋那到底在这里，这个那是 line 那陈志涵当然很火，说这个侦查不公开，怎么都拿出来讲。好，我们看这边木可金流陈志涵说这是死棋了那主要是呢，这个竞选总部跟木可呢这个签了一个约，竞选总部的10%给木可当授权金。他就问李文忠说，那竞选总部收入的10%是什么？那李文忠是说政治现金，就是竞选总部收的政治现金嘛，所以那10%也是政治现金。然后说原本希望李文忠可以换个说法，说是其他收入，
但他好像已经告诉减掉总收入的这个指的是政治现金，所以呢，这几乎是死棋，这就被他们拿出来讲说死棋，那我们要想想怎么样能保住柯文哲的能量，这已经不是木可的成本高于这个给竞总的服务可以解决的啊。如果说你成本比较这个高，你可以说我其实是赔钱了，是这种贡献了等等，而是签了约，同意把政治现金当作木可的收入来源。那柯文哲就是说，我们先放消息，我们现在正在找会计师来签字，就放这个消息了，需要时间，我已经跟台北会计事务所会计师公会联络，请他们帮忙，把这个故事串起来的重点让他知道，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开记者会，就是说先这个缓兵一下啊。那另外呢，所以陈志涵就说，侦查不公开是笑话，而且呢，证明柯文哲不知道啊，所以才有这些讨论啊，他并不知道的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啊，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肖像授权金450万，那媒体说还有200万在柯文哲的账户，那他们都捐给了不同的公益团体，合计捐了450万，在这边很清楚的啊。那好吧，那么到底呢？这个另外就是谁害柯文哲了哈？那陈志涵跟蔡壁如两个这个人呢开战了啊。陈志涵说：“你这个蔡壁如你翻供不是害柯文哲是什么？”蔡壁如说：“我是陈述事实啊。检察官都说是你的问题啊。你的共识决害的啊。那不过蔡壁如现在认为他自己修养不好，他说呢，这个他对我的批评我接受，我都接受。我毕竟是党部的前辈比较资深。”不需要跟晚辈这样，应该要修养好一点，尽量寻求共识。蔡壁如显然呢，这个态度放软哈。那另外呢，民进党也出来插一脚，简舒培议员说呢，说陈志涵是挟夫人以斗蔡壁如，因为怕被小草出征那所以呢，媒体是说了柯文哲请辞以后，民进党里面流弹四射，那敌人到底是对方还是在白色本能寺？本能寺是什么意思呢？本能寺就是这个日本战国时期的本能寺之变因为呢织田信长被他的武将明智光秀背叛，举兵的时候呢留下的经典名言，就是呢敌人就在我们的内部，根本不在外面有内鬼的意思了所以变成网络的流行语。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白色当然讲民众党嘛，是不是在民众的本能寺里面敌人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毕竟我还是比较进党部的一些前辈啦，我觉得不需要跟这样晚辈。上周才因为谁害柯文哲再被羁押，跟岛内陈志涵打得刀刀见骨。不过几天过去，蔡壁如主动喊休兵，确实是我修养也不大好，那其实是不应该去跟党内的任何人去讲党内任何的事情。一致的。希望能够捍卫柯文哲主席的清白，共同团结。两个女人的战争先喊停，会是因为让前主席再被压，两人都有责任吗？周刊再爆料，去年8月木可公司账户疑云爆发后，陈志涵当时跟柯文哲回报，李文宗说净总收入10%是政治现金，本来希望他换个说法，但李文宗似乎已经告诉检调，陈志涵认为这几乎就是死棋，现在要想如何保住能量。柯文哲则回复结论，先放消息，跟外界说正在找会计师帮忙，这死棋说会不会就是日前蔡壁如指的串证？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在党部。北检不要再继续做政治追杀了，你们应该出示的证据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镜周刊》里头。如果这些东西构成了串证，请问为什么过去在好几次的抗告庭或者是羁押庭当中，竟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把这个讯息把它公开了？这足以证明柯文哲主席从头到尾都不知情。这怎么看？是，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他们还是要给大众一个解释啦。我觉得在这一串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当中，这个串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非常的明显了。那也就是说，希望找一个解释给大众。那我想，毕竟他们要凝聚这个政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民调是雪崩式的下滑，现在只来到5%而已。可是5%还是很重要的，因为5%基本上还是可以选上2席的立委，就不分区的立委，所以他还是得巩固他的支持者啊。那甚至是2026，还是有很多地方的议员要去
继续连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当然要巩固支持者，所以得给一个解释。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这样哦。其实支持者因为本来就是铁粉嘛，还有很多铁粉，你要凝聚他们就必须给一个解释。所以民众党在此时此刻他在讨论的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攻防了，也不是所谓的在法庭上的攻防，而是我如何抓住我的群众，因为核心群众还在，那他们的党就会持续的存在。那所以大家都有点开玩笑说，最近好像民众党变得不是政党，是变成是一个宗教，就是唯一是用相信，只是用一个盲目的状态去相信。那这个说法，其实在蓝绿之间都有传开哦，大家确实是觉得好像有一点太过于相信柯文哲。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回到本身这个起诉书的内容来看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金流上面，除了小沈的1500这个金流这件事情没有找到，其他包含像什么妙天的捐款啊，或是之前一些背信罪在整个这个基金会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金流，其实后面在这个起诉书里面都有对出来，所以唯一没有的就只有1500，所以小草其实大部分都在炒这个点，可是实际上其他的金流大部分都有被找到，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他为什么会被羁押，或是为什么会被认定说他确实未来会被判有罪的机会是很大的，就法界在讨论是这样子，其实原因是因为这样，因为大部分的金流早就被对出来了。嘉伟。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不知道民众党到底有没有去拿那个反侦测系统，然后去扫一下，包含办公室啊，或者主席的一些常出入的地方等等。因为我觉得现在《镜周刊》似乎是连这个包含志涵跟柯文哲私底下的对话内容都可以一五一十的把它公布出来，这是我真的是比较好奇的啦。那当然，这个内容很多看起来就是很荒谬的一些有错误的地方，然后也有非常逻辑不顺的一个地方，然后利用这一些私底下聊的这些内容，然后说这个灭证等同认罪，这样画上等号，这完完全全是违反无罪推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似乎已经不是检方跟柯文哲之间的战争了，我觉得很像是《镜周刊》跟民众党之间的战争，每天都在打。《镜周刊》一公布什么东西，有什么证据，然后指控柯文哲，指控民众党什么，然后就会看到民众党马上拿出一些相关的证据、相关的资料，然后来打脸《镜周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检方刻意泄露消息、泄露讯息给《镜周刊》、给特定媒体，然后利用，因为民众党就会马上拿出资料、拿出一些证据，然后让检方、让北检可以提早拟定这个策略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检方刻意放消息给特定媒体的这种操作舆论的方式啊，或者是想要提前拟定这些攻防策略，这样的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恶，而且对于人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那最后橘子的一个部分，我也真的是比较好奇，当然等一下可以请这个志涵一并的补充了。我觉得橘子如果他没问题，那就回来讲清楚。我也不懂为什么民众党要放橘子一个人在外面，然后让这个整个民进党的一些包含侧翼啊，又或者是政论，不断的就因为橘子在外面，然后有很多的剧本，有很多的话题去讲。现在民进党基本上可能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把柯文哲定罪了，而是利用像起诉书，然后利用像史书华这一类的人，然后对柯文哲进行社会性死亡、人设毁灭。因为这些东西，你有罪吗？他可能就是走在一个灰色地带上面，但是大家外界对柯文哲的观感的确可能已经附上了某一种的政治标签了。来自我先来澄清一下这个非事实的部分哦。刚刚在看到《镜周刊》错误百出的报道当中，其中有一个特别具体，我们今天早上也已经拿出了证据，就是说450万元当初柯文哲主席授权给木可肖像权拿了450万，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全数捐出。然后呢，《镜周刊》还在说，这边是说谎，说钱没有捐，然后呢拿去给儿子来这个购买股票，这完全是错误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我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根本就是民众党，还有柯文哲，就像是鱼肉一样，任剪掉来宰割。好，他今天想要放什么新闻弄你，他就可以弄得到你，因为呢，这个媒体的资源在他手上，他可以随便的把你的简讯去脉络化的诠释，然后呢，把它说成是什么铁证、串证，然后再说是害死柯文哲的原因。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北院会裁定要再度把柯文哲主席羁押，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他们尊重这个高院，高院呢把它驳回了，然后呢他们尊重这个审级的原则，所以他们才去做出了这个驳回的判决。那我今天也想问，如果台湾是一个重视司法法治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我跟柯文哲主席的
简讯内容竟然可以出现在《镜周刊》当中，难道是这个记者又跑到北检的这个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头去看到了，然后把它写出来吗？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在迫害人权跟妨害秘密，更何况还是去脉络化的乱解释一通，然后乱解释出来之后又把人家扣帽子。我今天来解释2个东西哦，一是在说什么串证，我觉得非常难听哦。第一个。当初在这个金华城案件的时候，因为到4、5月的时候，非常多人开始讨论，所以当时在4月底的时候呢，我的确有跟这个彭振声前副市长来请问说，这个当中的原委到底是什么？大家请不要忘了，当时并没有介入这个进入司法侦办的程序，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当时我们去请教前长官说，整个都委会它是如何在进行的程序，这是非常合理的吧？那至于共识决，这更是荒谬。大家知道共识决是什么吗？共识决其实就是都委会里头的它相关的程序，还有呢，它在这个都委会当中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来进行的。结果竟然被扣上一个串证，今天更夸张了，竟然说呢，我们当时要召开这个记者会去讲。这个政治现金，然后说呢，这个政治现金我们去跟内部的人员对，到底当中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子也不行，也要说我们是串证。更好笑的说，什么是死期？为什么？我在这边独家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我们就是发现了。确实，我们找到这个竞选总部有汇了一些款项到木可去，而我们认为显不相当。显不相当的意思就是竞总不需要付给木可这么多钱。这件事情我们在当初8月29号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就已经跟大家说明了，所以我们要求律师去把这笔钱追回来。而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当时会认为是一个死期的原因是，李文宗他是我们内部的人员，所以我们内部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必须要跟公众来说明、来释疑。但是我也要说，这个简讯的公布就证明了柯文哲主席从头到尾都不晓得李文宗或者是木可有意收竞选总部款项的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件事情一翻两瞪眼。但是呢，《镜周刊》还要配合北检，那北检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就是因为你们过去的起诉书苍白无力，不足以把柯文哲定罪？现在呢，他被羁押，延续羁押，又被外界颇多质疑，所以不断的放出风声，然后放出这种什么串证、灭证这样的新闻，想要再把柯文哲继续压下去吗？那这样哈，这个你跟柯文哲的对话，这个是简讯还是 Line？Line 是 Line 的讯息。那理论上这是侦查中的资料，对不对？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柯文哲主席在庭上他多次的说，他从来没有要灭证，不然他就把简讯都删了。他简讯没删，我也没删。不，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常讲侦查不公开，现在是侦查大公开啊。这一点就是说，柯文哲有罪没罪另外一回事情，法院自会审判。但你看整个程序走来到现在为止，你司法的公正让人家大大质疑嘛。第一个，你就是像这种他们怎么会都公开出来呢？不管是LINE啊、简讯啊，都不应该公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再强调一次，检察官起诉以后，照理讲他的证据就要完备。那法院要不要羁押是法院自己去谈判。你检察官怎么可以一直强迫法院呢？法院又怎么可以问检察官说我要押到什么时候你才满意呢？这已经完全违反了检审的这个分立的原则嘛。本来法官就是听讼的，双方资料拿出来，双方辩论，我在听，看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那你怎么可以去跟检察官站在一条阵线上？你怎么跟检察官是一家人？这是完全不可以的，这就完全违反了这个司法的一个程序的一个原则嘛。另外呢，法院很绝，然后呢，因为高等一直驳回发回了，所以地方法院说我尊重审级，就是说我可能本来也不觉得要押的，不过你高院这样一直来，所以我就尊重他吧。这也很奇怪啊！这个就听起来就觉得说，你怎么尊重审级呢？一审、二审的审级，这是不可以的。你要你自己独立判断的这个能力嘛？怎么尊重审级呢？老沈，那我觉得这个侦查不公开是一个议题。我觉得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你看《镜周刊》洋洋洒洒列那么多东西，不管它来源是怎么样，或者正当不正当，或者是真的还假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针对说两个女人啊，就是志涵跟那个蔡壁如，一个是说因为 LINE 讲到共识决，那蔡壁如因为承认这个 Wayne 就是柯 P， 然后虽然后来又翻供。那这种事情啊，我现在对志涵有一个建议啦。目前你这个多事之秋啊，还留在党内，对柯文哲还忠心耿耿的，应该都算是同志。
不应该为小事说啊，都是你害他的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也许你有这个感觉，但是下一次碰到的时候，稍微点一下，就说碧如姐，你下次这个要小心一点，就算了，就没了。那你怎么公开对外说我们两个人在比较说谁对柯文哲被羁押责任比较重？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你像真的要自己人还是自己人嘛，何必斗呢？好吧，我们下一节继续讨论。